我陪同本市最大的黑道势力老大去饭店吃饭，却在楼道偶遇固执老丈人。老丈人不仅一上来就对我一顿冷嘲热讽，竟还指着黑老大的鼻子说对方不配和他认识。当得知对方身份后，瞬间被吓得汗毛倒竖。真是够自来熟的，跟你很熟嘛，有什么好的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天喝多了，别往心里去。谁喝多了？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就他这些狐朋狗友，想让我认识，我还不乐意呢。爸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老 K， 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吧？老 K？ 哪个老 K？ 不会是那个老 K 吧？荣城应该没有第二个叫老 K 的人了。完了，这真打起来，我还能跑得掉吗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岳父唐景松先生，这位是我小舅宋天瑞先生。我岳父是直脾气，对我期望值很高，有时候要求会比较严格，所以刚才说的话你们别介意。听说这是叶枫的老丈人，老 K 心里的不爽立刻消散许多。我说呢，原来是叶先生的岳父，难怪说话这么硬气。唐先生你好啊，我是叶先生的朋友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说别的了，回头有时间一块喝酒。实在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他以前那些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呵呵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不是说了吗？都不是外人，不用那么客套。对，说的没错，都是自己人。那什么，听说你们已经吃完了？我刚才还问小叶要不要招呼你们一起吃点喝点。那当然没问题啊，就看叶先生愿不愿意让我打扰了。叶枫知道这时候再说要走就有点不合适了。爸，你们和谁一起吃饭啊？方便吗？方便，就是你妈，还有你。行，那我们进去说说话。老唐，他们是？那是老 K。什么老 K？ 你看不到叶枫他？你说的老 K 该不会是？就是他，你忘了前几年咱们还在新闻上看过他？宋月如惊骇地看着老 K 等人，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滚落。叶枫怎么会和老 K 一起进来？他们认识？他们好像是朋友，不知道怎么认识的，但看起来关系挺不错。叶先生，你看这闹的，我们一进来都没人吭声啊，搞得好像我们不受欢迎一样。没有，只不过您的名气太大，我们都是小老百姓，很少和大人物一块吃饭，有点紧张罢了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跟叶先生是好朋友，有很多事情还得靠叶先生帮忙。你们是叶先生的长辈，虽然年龄上我们差不多，但要论辈分，叶先生喊我一声老哥，我得喊你们叔叔阿姨才对。此话一出，唐景松等人被吓得够呛。爸妈，以前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包括上次因为有事没能及时回家，实在对不起。我在这里给你们赔不是了，希望能原谅我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好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对视一眼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连忙也干了一杯酒。总之，这顿饭吃的宋家人胆战心惊。叶老弟，哥哥还没醉过呢，以后再喝。好，以后一定。等司机开车离开，叶枫一转头，只见宋天瑞等人都满脸尴尬，还齐齐松了口气。你们开车了吗？要不要我送你们回去？我打车去酒店就行了，要不然你把他们送回去吧。行。换个时候，唐景松和宋月如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可现在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叶枫喊了个代驾，把两人送回了家。爸妈，如果明天没什么事，来家里吃饭吧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对视一眼，都不敢立刻回答。这要是答应了，不显得我们上赶着巴结他吗？可不答应吧，老 K 可不是好惹的呀。爸妈，以前很多事情都是我没做好，我想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一定会对微微和诺诺更好。那什么，我们明天看情况，水果店挺忙的，不一定有时间。没关系，无论多晚我都可以等。那行吧，明天再说，我们先走了。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明天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可不去。那你刚才怎么不吭声？现在数落我倒挺有脾气的。我那不是看他和老 K。哼。另一边的叶枫回到家，看到唐仲威坐在沙发上，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你不回来，我睡不着，我怕你会和老 K 起冲突。放心吧，都解决了，还跟老 K 他们一块吃了个饭。对了，我还碰到了爸妈，我邀请他们明天来家里做客。那他们愿意来吗？没有确定，但问题应该不大。就算明天不来，可能后天就来了。怎么了？总觉得让你受委屈了，心里很不好受。没什么委屈的，都是一家人，有误会说开了就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明海接到了唐景松的电话。去小妹那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去吃饭。难道给你说媳妇啊？妈不会是去掀桌子的吧？放屁！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以为我们是干嘛的？谁要去掀桌子了？胡说八道！那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去吃饭？上次没给你们开门，不是气。行了，不去行了吧？唐景松气得直接挂断电话。唐明海想了想，干脆给唐仲威拨了过去。爸妈说去你那吃饭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都买好菜了。你知道，你们不是。昨天叶枫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碰到爸妈了，可能已经和解了。反正我听他的意思，爸妈态度还是不错的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爸妈给你打电话了？唐明海嘴里发苦，也不敢说老爸被他气得直接挂了电话，说不去了，他只能委婉道：是给我打电话了。那什么，我去接爸妈，回头再说。好。挂断电话后，唐明海以最快的速度
早早在门前等待，看着女儿发红的眼睛，唐景松和宋月如也心里不太好受。都多大人了，还动不动掉眼泪？怎么，我们来吃饭，让你觉得委屈了？